互联网大厂正在发生一场静默革命。我曾经吐槽阿里加入外卖大战，说它是没有创新，居然跟美团拼补贴，简直是丢了互联网大哥的脸。结果我还是太年轻了。阿里推出了高德扫街榜，我也曾经说美团的护城河太矮了，很快就会被人推翻的。结果终究是我饭吃太少了。美团昨天推出了生活 AR 小美公测，点外卖、选餐厅，一句话搞定。不过我是没有搞到暗号啦，暂时是体会不到小美。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，就不是巧合了，而是一个信号。这就是互联网的重大信号啊！他们共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，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正在从制造信息差的流量游戏，彻底转向消灭信息差的智能决策服务。问一个问题，过去20年，互联网大厂主要是靠什么赚钱呢？卖货吗？做社交吗？做娱乐吗？都不是，他们真正的底层逻辑是中间商，他们靠信息不对称赚钱。电商平台本质就是广告商嘛，商家为了被看见要买展位的。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精准的匹配人群，本质就是把流量卖给广告商嘛。低价的拼团电商本质就是利用下沉市场的信息差。餐饮的各类 App 点餐，它是一个表面，餐饮商户为了被看见，所以要排名付费嘛。那么订酒店的 App 呢，靠酒店机票的信息差来赚钱嘛？为什么总有人说大数据杀熟？因为杀熟的本质不是区别对待老用户，而是把信息不对称发挥到极致。同样的房间，同样的机票，你看到是一个价格，我看到是另外一个价格。平台根据用户画像、支付习惯、消费能力，精准的量身定价。或者简单粗暴地说，大数据杀手就是把信息差私人定制化了。互联网20年繁荣其实就是一场信息差的盛宴。不过游戏公司它是一个例外，它不是中间商，它是生产商。游戏的规则不是信息的不对称，而是欲望的不对称，通过机制设计直击人心，直接入侵大脑，让人沉迷欲罢不能，野蛮的赚钱。但是进入 AI 时代，局面是要被彻底改写的。AI 的本质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把最精准的信息给到用户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你来杭州玩，想吃一份正宗的西湖醋鱼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就得打开大众点评，或者是美团，或者是小红书，输入关键词，跳出来一大堆的饭店，再去翻评论、比评分、看位置，然后要纠结半天。你真正花的不是吃饭的时间，而是寻找的时间。而 AI 的逻辑完全是不同的，你只需要一句话：附近哪家西湖醋鱼最正宗啊？答案就直接给你了，还顺带附上推荐理由、距离、人均消费等等。过去要花20几分钟筛选信息或者更长的时间，但是现在10秒钟就可以被压缩成一个决策了。再比如周末，你问高德或者是小美，周末带家里人去哪里玩比较好呢？他给你的不会是一堆以前那种店铺的顺序的链接，而是一整个完整的个性化的方案。上午10点钟导航出发至 A 公园，当前人流量是适中的。中午12点预定了 B 餐厅，符合你家里人的口味，今天是有位子的。下午2点钟推荐 C 咖啡馆，你喜欢的装修风格，并且还有折扣哦。它卖的不是位子了，而是一整套经过优化的生活决策。不过这个高德和小美现在并没有这个功能的，这个功能是我想象当中可能会成为这样子。这就是从流量逻辑再到答案逻辑的根本转变了呀。互联网的上半场，平台靠的是信息差赚钱；下半场，平台是要靠消灭信息差了。那消灭了信息差，大厂盈利是来自于哪里呢？目前主流的 AI 平台，比如像 ChatGPT， 现在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订阅制，用户是按月付费的，获得更加强大的模型嘛。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厂是不会做订阅制的，因为订阅制是小而美的生意，并不符合巨头们的胃口。大厂天然要追求是规模化、高频、高粘性的模式。我就盲猜一下，他们可能要走3条路，第1条、第2条、第3条。说完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嘛？猜不出来的，除非马老师和王鑫告诉我。
这么看来，阿里死磕外卖推扫街榜，美团急着推 AR 助手，表面看都是为了外卖，实则是抢 AR 的入口。即便高层喊停，大厂仍然会维持战备状态的。看似外卖大战，本质上就是互联网秩序的重写。外卖这种高频场景，正是 AR 时代的天然训练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烧钱大战只是表层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 AI 能力。流量可以是烧出来的，但是智能能力是烧不出来的。DeepSeek 靠的就不是烧钱了，它没有巨头那样子庞大的现金流和补贴能力，却能够快速跑出来。阿里的独特之处是在于，它一半是电商，一半是科技。美团也把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，京东的路径完全不同，它把自己定义为供应链科技和服务公司。互联网的下半场真正比拼的就是算法优化、算力调度、数据效率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靠某一个大厂、某一个平台来消灭信息差其实是不可能的。平台的基因决定了它一定要把信息圈在自己手里，做成自己的护城河。真正消灭信息差是要从信息的源头开始的。未来信息资源本身就是会独立存在于网络空间的，它们是每个信息提供者的数字资产，不再是某个互联网巨头的独家数据库了。这些资源可以分布式的方式存在的，经过协商才可以被调用和使用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用户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 App， 而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智能助手了。今天你用高德，明天你也可以换成小美，后天甚至可以用个人定制的 AR， 用你的数据联系人，消费习惯是不会丢失的。因为信息和关系本身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里存在的。不过我要坦白，这个思想并不是我的原创，是一个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告诉我的。换句话来说，互联网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巨头们的竞争，而是对整个互联网制度的改写。这场革命可能比任何一次互联网浪潮都要来得更彻底。好了，今天就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洞察，再见。